我们男主捡到一张来自未来报纸碎片，上面记录了一起发生在男主身边的杀人案，只是那个杀人凶手却在警局厕所里上吊身亡。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故事阿正陪你看，这回想和大伙聊聊山羊座的友人。这原本是日本小说家乙一的短篇小说，乙一堪称是鬼才小说家，17岁就凭着夏天烟火我的尸体获得第6届降部小说奖。2005年短篇小说集注还被改编成了电影《继续活下去的5个故事》。他的作品涵盖了幻想、悲凉、治愈等等好几种元素，而且文字细腻，回味悠长。这篇山羊座的友人更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作者甚至在开头就给我们剧透了结局，但整个故事却因此变得更加精彩。小伙伴们给个3连支持，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吧。顺带一说，视频中用到的素材都来自哔哩哔哩官方漫画，也谢谢哔哩哔哩的授权。喜欢这部漫画的朋友可以直接去哔哩哔哩漫画区看哦。回到故事中来，我们男主名为松田，是个普通的高中生，在镇里一所普通中学里过着普通的生活，唯一不太普通的就是他房间的情况。松田家建在丘地上，从2楼的窗户眺望出去，能将整个小镇尽收眼底。景致绝佳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风很大。他这房间以前是姐姐住的，在姐姐没嫁出去之前，他就常听姐姐抱怨说，这房间简直就像建在风道里似的。而在正式搬入这个房间后，他对此是深有体会。每次一开窗就能感受到狂风扑面而来，而拜这些风所赐，每天早上阳台上就会攒下一堆落叶，偶尔还会杂加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衣服、照片、杂志之类的。他甚至还捡到过一只活生生的小狗。当然，这些东西虽然奇怪，但至少还在常识范围之内。可有些东西他甚至都没法解释，比如某次他发现一本写有奇怪文字的笔记本，他拿着本子去问了外语知识丰富的老师，然而得到的答案却是地球上过去所有的时代里都不曾存在这种文字。他很疑惑这本子到底是从哪来的。还有一次，一本小学毕业册卡在阳台栅栏里，封面上写着昭和75年。可问题是，昭和时代总共就只有64年，怎么会出现昭和75年的东西？松田不禁冒出一个想法，难道这条风道在天空中异常高远的某处连接着另一个世界吗？而在这天早上，最离奇的东西终于出现了，那是一张来自未来的报纸。这天是9月25日，星期四，是高2学生休学旅行的日子。不过这旅行跟还在读高1的松田没啥关系，他和往常一样，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清扫自家阳台上的落叶，落叶中夹杂很多破损的报纸。不知为何，报纸上记录的都是一些关于校园霸凌的新闻，那些被欺凌者大都选择了自杀，但其中一张残片引起了松田注意，因为那张残片日期是7天后的10月2日，那张残片上还刊登了一起杀人事件。来到学校，后桌本庄同学照例问起松田今早有没有在阳台上捡到一些奇怪的东西。松田家阳台的事本庄也知道，或者说两人就是因为那些奇妙漂流物才结识的。前面也说了，松田有次在阳台上捡到一只小狗，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只狗的时候，本庄跟他搭了话。从那件事开始，两人开始变得熟悉，经常会一起聊天。本庄对松田阳台上的漂流物充满了兴趣，似乎是把那当成了喜剧制造机。两人虽然经常说话，但并非男女朋友的关系，因为本庄的过剩的正义感总让松田感到窒息。比如这回午休碰面，本庄就吐槽松田又跑到校外去买吃的，按照校规中午是不能出门的。松田很无奈，他本想反驳，本庄的牛奶不也是从外面买的吗？毕竟那种包装的牛奶只有校外店才能买得到。本庄却踢了踢脚下的保温盒，表示这可是他上学前买的，专门冰到中午才喝。松田对本庄这一板一眼的性格也是服了气，他觉得按本庄的性子很适合当班长，而且本庄的成绩也不是一般的好。按理说以本庄的成绩可以上更好的学校，不知为何却来了这个普通的高中。本庄接着问起松田家阳台的事，他一边问还一边往喝完牛奶的空盒里吹着气，空瘪的盒子被吹胀起来，这是本庄的小习惯。松田犹豫了一下，还是隐瞒了那张报纸的事，只说今晚会下雨，他不会出门，也希望本庄不要出门。下午上体育课，松田体力完全不行，只能看着隔壁班的佐佐木同学带领球队大杀四方。他很佩服佐佐木的球技，旁边的本庄似乎对佐佐木很熟，知道佐佐木是足球队的。闲下来，松田问本庄为何不戴隐形眼镜，毕竟运动起来的话戴隐形眼镜会更方便。本庄却反问松田更喜欢他不戴眼镜的样子吗？松田有点奇怪，本庄为何要问他的喜好呢？难不成本庄对他有意思？正说着，旁边出现了嘈杂声，那是班里的恶霸金城晃在霸凌洛龟同学。对于松田这样平凡学生来说，金城晃就是个怪物。金城晃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传闻，比如之前担任实习教师的女大学生某天不再露面就和他有关，隔壁镇的女初中生突然自杀也是拜他所赐。他经常跟一个叫高木的2年级学生混在一起，
听说两人从初中就认识。不过听说金城晃在初中时还不是这个样子，他似乎也曾是霸凌的受害者。在初一上学期，金城一直都被其他人欺负，后来在下学期时，金城的父亲因交通事故去世，金城整个下学期都没来，直到初二的时候才重新露面，只是他样子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眼神里只有一片冰冷。曾经欺负他的同学还跳出来继续嘲笑他，没想到金城却直接拿出了刀。后面金城就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上了高中后，他盯上了洛龟，理由是洛龟看起来很弱气，有点娘娘腔。洛龟被折磨得非常惨，高中入学没多久就被逼着喝下掺有小便的橙汁。金城还把洛龟便当扔进便池里，让洛龟去吃。其余所有人包括松田都对此视而不见，大家都害怕稍微反抗一下就会刺激到金城晃，成为金城晃的下一个目标。为了自保，松田也只能不闻不问。对他来说，高中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快乐。晚上，松田骑着车去便利店买漫画。白天他对本庄说今晚会下雨，其实是瞎编的。之所以要撒这个谎，和他早上捡到的未来报纸有点关系，但他也没想到今晚他会牵扯进报纸上刊登的那个事件里。在回去的路上，他听到远方响起了警笛声，那似乎是从河对岸传过来的。正当他疑惑的时候，一个声音从黑暗中叫住了他，那是洛龟。他身影隐藏在黑暗之中，也不知道在做什么。这还是洛龟第一次跟松田搭话。松田想知道洛龟在干嘛，洛龟只说自己在散步。在看到松田车筐里的漫画杂志后，他似乎有点兴趣，说那也是他喜欢的漫画。可就在这时，马路上有辆车驶过，车灯照过来，揭开盖在洛龟身上的影子，露出了从他左手中垂下的东西，那是一根金属球棒。洛龟往松田这边走了两步，左手拎着的球棒擦过路面，发出擦擦的响声。球棒上遍布凹痕，而且布满黑红色的液体，甚至还有一些看似毛发的东西粘在上面。洛龟若无其事地跟松田闲聊，松田却有些紧张，他有些事想问洛龟。洛龟知道松田想问什么，他举起了手中的球棒说，这上面沾的是京城的血哦。莫名的，松田想起了今天早上发现的那些报纸上刊登的那些被霸凌者大多都选择了自杀，但其中也有少数几个选了另一条路。有两个男生在被同学霸凌后偷偷跟踪那个霸凌者，然后用锤子将其砸死了。他们没有自杀，相对的，为了能活下去，他们杀死了对方。而现在，洛龟似乎也选择了这条路。松田想问洛龟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洛龟也不知道，先走一步算一步吧，或许过段时间就会去自首了。说完，他向松田道别，不想再给松田添麻烦了。松田让洛龟加油，然后转身离开。只是他没走两步就停了下来，他在想自己在说什么加油啊，那个样子很快就会被警察发现的吧。虽说自己只要和平时一样对洛龟无视就好，可长久以来亏欠感在这一瞬彻底爆发了出来。班上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是因为洛龟的牺牲，所以其余人才平安无事。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没被盯上，真的是太好了。松田想再回头看一眼就好，如果没看到人影的话，那就可以安心回家。可如果要是那个消瘦的身影还在，那就叫出他吧。即便到了这种地步，说不定也有能帮上忙的地方。然后松田回过了头。第二天9月26号星期五，当松田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谈论昨晚的案件。小镇北边有一座被称为石鸭桥的小桥，虽然正式的名称是琴叶桥，可自从有人在了附近看见被箭矢射中的鸭子后，大家都用石鸭桥来称呼。而昨晚警方在石鸭桥下面发现金城晃的尸体，大家都猜这肯定是洛龟干的，只是没人知道现在洛龟在哪里。松田后面的女生也有这个疑问，松田一下还没发现的是本庄，因为本庄今天换成了隐形眼镜。看松田盯着自己，本庄有点不好意思，他让松田别会错意了，只是眼镜不小心被踩坏了而已。松田没说什么，继续和本庄聊起了洛龟的事。后面班主任也来了，给大家说明了情况，之后没上课就让大家回去了。门口聚集了很多人，连电视台的人都有。看来这事在镇里已经传开了。松田想起一件事，他问本庄，之前他为了洛龟而去找老师的时候不害怕吗？那时的本庄看不惯洛龟被欺负，就跑去报告老师。学校比较相信本庄，就把金城晃、高木以及各自的家长都叫到了学校当面批评。可之后事情并没有变好，洛龟依然被欺负得很惨。松田想知道本庄当时是怎么想的，不害怕被金城和高木盯上吗？本庄根本没想那么多，他只是不想见死不救而已。松田也有些遗憾，如果再有10个像本庄这样的人，那或许情况会不一样啊。本庄是面露苦笑，只要再多一个人，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现在松田还没意识到这话里饱含的深意，面对本庄投来的视线，他甚至赶紧移开了目光，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个平凡的普通人，根本没有像本庄一样的勇气。两人在校门口道了别，回去的路上，姐姐给他发来了短信，有点担心他的情况。他记得姐姐跟他说过，姐夫就在警局工作，而且地位还蛮高，说不定能打探出一些情况。
可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已经走到家门口。他回家打开自己的房门，洛龟正等在里面，还保持着和自己离开时一样的姿势，听着耳机里的音乐。看到人来，洛龟像小动物一样谨慎地查看周围的情况，发现没有其他人，才松了一口气。不过随即他也问松田能不能借电脑发一下邮件，松田没有阻止。他有点好奇，都这个时候了，洛龟是要和谁联系？只是在洛龟即将登录邮箱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警方应该能通过登录 IP 查询到洛龟的所在地。此外还有手机，不过在昨天让洛龟进来的时候，他就让洛龟关掉手机，因为他记得手机在非通话状态下也会向附近的基站发送信号，通过3处基站间的信号强弱就能确定洛龟的位置。为了避免被发现，两人只能谨慎行动，暂时先不要用手机和邮箱。只是洛龟实在想给某个人发信息，他打算新建一个账号再发。松田还是有点担心，要对方把邮件给警察看的话，让洛龟就麻烦了。可洛龟却笃定对方绝不会那么做的。看洛龟这么坚决，松田只好妥协。发完邮件后，松田让洛龟去洗了个澡。在洛龟洗澡这段时间里，松田一个人想了很多，尤其是想了那张未来的报纸。按现在的情况看，洛龟果然是报纸中事件的当事人。只是那张报纸也揭露了洛龟最后的结局。晚上，松田和父母吃完饭后，给洛龟带了点吃的。洛龟依然有些紧张，刚刚在松田吃饭时还摔了一跤，差点被松田父母发现。幸好松田借口窗户没关严给糊弄了过去。晚饭后，松田跟洛龟聊起漫画和游戏，洛龟才放松一些。电视上正播放洛龟引发的事件，标题是16岁的犯罪。洛龟吐槽，他才刚15岁而已，他是8月出生的，既然8月了，就是射手座了。松田想问，洛龟解释他是山羊座的，生日是12月30号。新闻播起了后续的报道，警方有了新的发现，被害人在被球棒殴打后又被菜刀刺了胸口，而在追捕重大嫌疑人时，也在其房间搜到购买菜刀的凭证。看了一会儿电视，两人便关灯休息了。洛龟像哆啦 A 梦一样钻进了壁橱，松田却有些睡不着。他拿出那张未来的报纸，上面写了整件事的经过。上个月25日深夜，涉嫌杀害高中生的嫌犯，在昨日接受询问调查，承认杀害同学的罪名后，于金属厕所中上吊身亡。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洛龟真的会如报纸预言的一样在警局自杀吗？松田有改变这一切的机会吗？这些内容我们下次再说吧。当然，等不及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哔哩哔哩漫画区直接看哦。我是阿正，我们下期再见。